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2月23号星期五下午4点53分。今天给大家来讲拼多多跨境 Temu。最近 Q4 季度 Temu 的增长势头非常的迅速，那有很多卖家也很关心这个平台会不会抢了亚马逊的流量跟订单，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Temu 最近一段时间的 App 在苹果商店的下载榜单当中增长的势头确实是非常的快。那这个 PPT 当天在做的时候，我们看到 Temu 在 Shopping 购物的这个目录当中是排名在第1位的位置，然后在 Free Apps 这个目录当中的话是排名在第2位的位置，也就是它近期的下载量确实是非常的大，这跟拼多多的营销广告有很大的关系。那拼多多的这个跨境榜就是 Temu 里面，我们 App 打开之后的话，也会看到它里面有大量的促销跟折扣，主要是用于吸引新用户在下面平台上面去进行下单跟信用卡的绑定，跟用户的一个首单的一个转化。那很多人以为就是 Temu 的这种价格，以及说国内拼多多的这种价格，他们是不赚钱的，以及说搞不懂他们到底怎么赚钱。其实目前看它的财报上面的数据，在今年2022年的 Q3 季度，它的规模净利润的话是可以达到105亿那京东的话只有 59.63， 那它其实已经是大概是京东的2倍左右的一个净利润，所以这家公司还是挺赚钱的，至少说面向这个淘宝跟京东这2个大型的电商平台，它可以杀出一条属于它自己的一个用户群体以及自己的一个经营模式，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去研究一下的。那拼多多的官方的网站，我有研究一下它的 PC 端的一个流量的数据。那 PC 端的流量数据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些关键词的成长，包括像Shock Clicks 这个关键词，就是近期在增长的一个对于是 Temu 这个网站的一个关键词。那这个跟世界杯是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些关键词的话，我也去好奇的去对比一下它的大概的一个产品的售价。这个产品呢，在我们前面几期的一个会员的课程当中，其实是有说到过，就是像这种其实是有一点点侵权的嫌疑的。你从侧面上面看的话，它很像一个耐克的标志，但是呢，你从正面上面看的话，它其实又不是一个耐克的标志所以像这种就是一个属于擦边球的一种产品吧。那在拼多多上面的话，目前来看销量一般般，并不是特别的好。那至少说在这个平台上面，这种产品是可以去进行销售的那$30的一个售价，我个人觉得价格还是可以的，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甚至是在拼多多上面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玩具产品，像这个 Splatter Ball Gun， 这个是属于是水弹枪。水弹枪的话，我们看到这个销量是非常的不错的，这个是可以达到1600单的销量，这个是5900单这是它的累计销量那后面几家的话也有300单、400单这个是1000单、1300单。整体来看的话，我们看这类的产品的销量还是可以的。虽然这个价格你看上去比较低实际上来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对于像义乌那边的一些卖家来说，应该还是会有利润空间的。但是呢，这个售价跟供应商之间是没有关系的我不是说供应商可以赚到多少的一个利润率，因为它的经营模式我等等会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Temu 目前的它的一个供应商跟平台之间的关系。那在亚马逊上面我也查了一下价格，我们看到亚马逊上面卖的最好的这家近30天的销量是5246单，这个款式跟我们图片上面这个款式好像不太一样。我们图片上面卖的这个最好的这个款式是大概是 5.9K 左右的一个销量。那在亚马逊上面类似的款式的话，大概是几百单左右但是我没有去认真的去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个类目下面的这个款式的最高排名是多少，我只是通过关键词搜索的结果，这是在自然搜索结果第一位第一行出现的
搜索结果去进行一个比较哈。所以从这个上面来看，好像这个销量是明显不如拼多多上面的一个销量的。所以说，如果说在做亚马逊的过程当中，你说会不会受到拼多多的影响？那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就是同类产品，很可能就因为价格的原因，订单就直接会被抢走，那导致说你在亚马逊上面的订单量会直线的下滑。所以，如果你们有在做亚马逊的时候，你们发现你们的产品有出现销量明显下降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时间季节，销量本来是应该是越来越好的，反而是销量会越来越差，那你们就要去这个 Temu 这个平台上面去查询一下，看一下是否是有低价的产品。那在 Temu 上面的话，还有一些非常就是价格低到离谱的产品，像这个 Washable Rugs 这个吸水的一个这个防滑垫。那这种东西它卖3.98美金，虽然说是可以有29000单的一个销量哈，但是这个就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属于是贴钱了，因为这种体积跟产品成本的话，无论如何都很难做到这种价格，这个就属于平台去进行补贴，它要的是一个销量跟转化率。那在 Temu 这个平台上面呢，有一些产品我们看到这个价格是很低，比如说像这个 6.99 的这双拖鞋，它卖了大概是10万双，实际上来说这个价格是国内的供应商是可以做得到的，而且呢是有利润的哈。虽然你看到这个价格是 6.99，我们打开看一下它的所有的颜色跟尺码变体基本上都是 6.99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呢它是一个包邮免运费的一个售价。但是呢在1688上面我们看到它的价格大概也就是在6块到10块之间。如果说这个工厂它的控制成本的能力是比较好，它可以6块7的这个价格供货给供应商，那它其实是有利润的。因为如果你在1688平台上面你是以6块7的价格你能卖的话，那也就是意味着这6块7你是有利润空间的。或许呢再退一步，我们把价格定到10块钱一双，如果按照10块钱一双的这种情况供货给拼多多，如果是这个 Temu 这个平台它接受的话，算上这个物流的费用，其实它也不会亏本，就是可能利润会比较薄一些。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速卖通上面的价格，速卖通上面的同款的产品，我们看到 4.97。4.97 的话，它这边是一个包邮到美国的价格。那速卖通上都可以做到 4.97， 那你反推一下，理论上来说，在 Temu 这个平台上面 6.99 应该是会有利润空间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们看到它这个 6.99 的话，也不用太诧异，就可以去速卖通啊、Wish上面再去看看，或者易贝上面再去看看。就是我觉得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哈。这个中国人的供应链的能力有的时候会超出你的想象，而且呢，在速卖通上面，我发现这个还不是最低的价格。如果说款式是差不多的，比如说像下面这款就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它是卖到 3.13 的这个价格，那这个就是价格非常的夸张，但是它这边是含邮费的是不含邮费的不含邮费，邮费的话是 3.78。所以说，如果说要按包邮的价格来看的话，最低应该来说是这个，就是 4.97 包邮，它卖了12000多双，而且是属于是同款的产品，就是这个款式。基本上我觉得这已经做到价格的一个极致了，就做到底了，再低我觉得应该很难。但是呢，在亚马逊上面我们看这个价格是多少呢？亚马逊上面这一款产品是 23.98 的价格。那近30天的这个销量的话是73000双 ，FBA 运费是 5.7。那亚马逊上面的流量目前来说还是有因为拼多多下面的这个流量目前也没有大到是可以影响到亚马逊的这种程度。那在未来的时间节点就不好说了。像这种类型的产品，我个人觉得应该在北美市场的话，跟 Temu 平台是没有竞争力的。随着 Temu 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很可能会去 Temu 上面去买 6.99 的这款产品，因为像拖鞋这个东西，你也不存在你要不要品牌，要不要什么很好的品质，反正我穿坏了，再换就行了。我可以以你1/4的价格我买到这个东西，
我为什么不去 Temu 上面去买呢？而且 Temu 上面的物流时效其实也很快，虽然很多也都是从中国发货，但中国发货的话，大概我们试过最快的大概6天可以收到。那如果像现在12月份这个季节的话，大概是在15天或者20天才能收到这个产品。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物流确实是速度降低了很多，所以在亚马逊上面，像这类的产品的生命周期，我觉得应该不会太长。只要有 Temu 的这个存在，这种产品的生命周期应该就到明年，我觉得应该就到头了吧。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哈。明年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看看，关注一下，像这种类型的产品，它的销量到底会受到多大的影响。这边顺便再说一下，我们的官方网站是 cnstudio.com， 这是我们的官网，上面有我们的联系方式。那我们这个官网当中也有很多的运营的课程，包括很多同学所关心的 FBA 强制合仓啊 ，FBA 库容解决方案啊，包括是这个不受库容限制啊、不断货的发货方式啊等等之类的，有需要的可以去官网上面去了解一下。好，我们继续来讲 Temu 的课程。Temu 的话，它的发货模式，是比较特别的。它有分成2种模式，一种呢叫做 VMI 的模式，另外一种呢叫做 GIT 的模式。那它在现在吸引卖家入驻的时候是0元入驻零扣点，就是没有平台佣金、没有入驻的费用、没有发货的费用。那这个发货的费用是指头程跟尾程的费用都没有。头程是我们需要把这个货发到 Temu 的仓库。这个费用的话是没有的，但是拼多多他们最近做了一个调整是下面这个图片上面，这个非 GIT 的送货费用，商家和平台各承担50%，也就是卖家跟平台方各承担50%，这是他最近去做的一个调整。然后呢，如果说是对于加急的货物，你是用顺丰发的话，那商家是承担普通物流定价的50%，平台会承担普通物流定价的50%，以及顺丰加急的额外运费，也就是平台会承担更多的费用。那 GIT 模式的话，依旧按照原规则，商家是承担这个100%的一个运费。也就是说，就了解完这个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VIM 是你把货先发到仓库，由 Temu 负责海内跟这个海外的就是国内跟海外的一个物流运输，剩下的东西你就不用管了，也就是发到他们指定的仓库去囤货。第二种模式呢，属于是你有订单之后，你需要在48小时之内，你的产品要能够发到 Temu 的这个仓库。如果说你做不到，可能会有罚金。那这个适合是在广东，就是离仓库比较近的一些这种卖家吧。如果说离他这个仓库比较远的一些地方的话，那你的时效可能是没有办法得到保证的。就48小时是一个非常非常紧凑的一个这个时间这个是 GIT 的模式，相当于是一个预售模式。那还有一个是它最近政策也改了，就是14天没有动销，30天动销低于30件，金额不超过$90的话，这算滞销产品。那它会进行降价，或者是下架，或者是退出供货如果是评分低于4.5，它也可能会去降低你的流量，然后可能会对你的产品可能会下架，反正会根据你的产品质量的评分来判定这个商品是否适合继续销售。所以其实在 Temu 上面做的话，不但是要有低价，你的品质也要求的比较严格，还有就是卖家的一个备货的周期速度这些也是比较考验卖家的一个反应的能力。那它的这个配送的话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就是你把货发到 Temu 的这个仓库里面去的时候它这边是有一个时间的要求的，比如说超过24小时是5倍货值的一个罚款所以这个是它的平台规则的一些调整，所以说它对卖家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那 Temu 的话，目前来说是有人估计它是有这个40亿左右的亏损就是招商证券的一个预测数据就是它的年度亏损大概是在41亿左右，41亿到63亿这个左右，但是这是推测的数据，并不是完全的准确。
那 Temu 目前其实也亏得起，我们从它的 Q3 季度的财报上面来看的话，它是目前补贴的话对它来说没有太大的压力，而且据官方的说，在今年的目前大概营销费用就花了大概10个亿左右吧，就是也其实对这种平台规模来说的话，说多也不是特别的多。那它的流量是怎么样去进行分布的呢？我们只是供货就可以了吗？其实不是的，我们供货的这个数量的多跟少，以及说我们图片是否是自己原始拍摄的图片，以及说每一个这个 SKU 的库存数量会决定了平台给我们的流量的多跟少。虽然你不用去操心这个运营，不用去管这个售后、物流、发货等等这些东西问题，但是呢，你需要大概了解一下它的平台规则，就是能够有更多的流量的倾斜。他这边说最高优先级的话是100款以上如果你有80%的 SKU， 一款是这个80%的款式大概是大于20件的库存，而且呢是爆款的话大于200件的库存，而且能够及时补货，那你会有非常大的站内跟站外的流量资源的倾斜如果是同样条件之下，你的图片是有部分的网红图，它可能只会做站内的流量，不会做站外的流量，因为它怕网红图可能会有侵权的风险。然后下面就是说 SKU 数量比较少库存比较低那这些它的这个流量可能就不会很高。所以如果说你们想入驻这个 Temu 这个平台的话，你们的 SKU 的数量一定要足够多，而且呢可能必须是要有更好的价格的竞争优势，产品的品质也要 OK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有爆款，同时呢你的库存充足那平台会对你有更多的流量的支持。那在我们入驻这个 Temu 的时候我说一下供应商跟 Temu 之间的关系。其实供应商只是提供货给 Temu 这个平台，在后台里面的话是可以填写一个供货价，以及说是最低供货价的一个这个，就是比如说你供货价比如说是10块钱，然后呢我的成本呢是8块钱，那我这边大概是有20%的利润，就是2块钱的利润为什么我起了一个标题叫做是一单赚1块钱呢？其实对于供应商来说，他们赚的钱可能也只有1块2块吧，就是我不能说所有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供应商来说，你一定要有价格优势，所以你的利润很可能不会超过2位数，也就是大概在10块钱以内，我觉得就是一个不错的利润率了。重点是要把这个量给做起来，因为在 Temu 平台上面，它也没有在卖高单价的产品，通常来说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我们不能说它低价，因为 Temu 还是比较控制产品的品质的，它对于差评、产品的退货质量是有比较高的要求的，所以你不但价格要低，质量还要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利润率就会非常的低那所以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发货的定价的等等之类的一个流程就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方式。但它有没有好处呢？我觉得也有好处，因为如果说我们做亚马逊的平台，或者说其他电商平台，通常来说一个公司里面都需要有运营的团队，而且运营团队的人工成本说实话其实不低的，一年搞个100-200万的一个人工成本的开支是很轻轻松松的事情，也就是一个团队比如说10万的开支那你一年就是120万的一个开支。那你如果是只是供货给 Temu 这个平台，你只要负责生产跟控制产品的成本跟产品的开发，相对来说对于国内的很多的工厂的老板他们会很轻松一些，他们就不需要自己再去组建团队学习电商平台的这个运营技巧广告投放技巧我只要供货就行。但是呢，另外的缺点呢，就是你很被动你一切你都要看平台的脸色跟规则你要跟着平台的规则去走，有可能会被平台给抛弃或者是淘汰。所以各有各的优缺点跟好处，你自己做成本可能会高，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未来会属于你自己的。比如说我们说的独立站或者是比如说亚马逊已经算是一个比较糟糕的平台了动不动就分店，但是相对来说这个店铺还算是你的那 Temu 的话就应该就
主动权就更少一点啊，这是它的一个缺点。那回款周期的话，15+1相对来说是比较快，也就是比如说9月1号卖出去的，大概在9月16号左右可以收到 Temu 的回款。但是也有些卖家反映，就是说近期由于旺季嘛，回款的速度会比较慢，因为物流的时间变慢了，所以回款的这个时间也就变慢了啊。这个是它的结款周期，以人民币的方式去进行结算，其实就是 Temu 把所有的流程、运营的流程、物流的流程、客服的流程以及结款的这种所有的就全部都给解决掉了。你供应商只是供货给他，所以 Temu 本身它其实就算一个属于说一个自营的一个这种平台吧。它跟虚印很像，虚印的话，它其实也是属于一个自营的平台加供应商供货的一种模式。那 Temu 在营销推广上面还有一些是跟国内比较类似的方法，就是像 referral bonus 的这种方式，它就是相当于是拉人头。比如说你拉人头拉到他拼多多去进行下载注册之后，他会返到你这个一个联盟的一个佣金。所以说其实这个也是导致说 Temu 这个 App 就是下载榜单在这么高一个位置的一个原因就很多人去撸羊毛去赚这个$20的钱。反正这是他的一个营销策略跟方式吧。那 Temu 现在目前还打算进军非洲加拿大、西班牙等市场就是往其他的目的地国家去进行拓展。我觉得这个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因为我个人是比较看好除了美国之外的一些其他目的地国家，比如说像这个加拿大其实是一个挺好的市场，只不过它的整个的流量的瓶颈在那里，就流量它不高，订单量不会做得很高，但是竞争度确实是很小。那墨西哥其实目前的消费能力也在上涨，墨西哥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市场，我还是蛮期待 Temu 是往这个2个这个目的地国家去发展。然后还有像非洲这个市场，我其实原先一直很想去尝试，但是没机会。如果 Temu 是有进军非洲市场的话，我还是对这个东西兴趣度还是比较高的。那 Temu 的话，它的这个运营模式，我刚才说了，它是采用是一个自营的模式，由卖家负责供货、送货到仓。那除此之外的定价、销售、营销、物流、售后所有的环节都是平台来负责。对于卖家来说的话，是非常的省事。其实也不能叫做卖家了，应该叫做是供应商。对供应商来说是比较省事。那对于这个申请的入驻店铺的门槛其实是比较低的，它企业店铺也可以，个人店铺也可以，就是没有特别高的要求。它主要还是看你的产品的供货的能力、成本以及品质。那选品的话，他们有通过买手的话，相当于是他们的店小二的话会去对你的产品的去进行审核，去审核你上传的产品，要审核你的样品，然后再去审核你的商品的定价，你的商品的定价要比1688上面的定价要来的低才行他会去看这个行业1688上面，比如说批发500件到1000件大概的一个平均价格，你必须是要比这个价格要低，所以你不可能按照你的想法去定价。如果说你定价太高，你就没有上架的这个机会了。所以就是又回归到今天说的这个标题，为什么卖一单赚1块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最终的话就是送货到他的海外送到他的这个国内的仓库，然后就可以上架去进行销售了，剩下的东西你就不用管了，就是等这个出单等结款就可以了。整个模式对于供应商来说还是非常的简单，基本上没什么事可以做。那 Temu 上面其实是会去进行一些差异化的选品吧。其实我觉得就是把亚马逊上面或者其他电商平台上面的爆款产品直接搬过来就可以了，然后呢控制一个成本跟价格，就考验你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能力了。所以我在之前的课程里面说 Temu 为什么适合工厂型的卖家去做如果你不是工厂型的卖家，你还想这样倒一手去赚中间的差价很难，不是说赚不到就很难，就几乎是不太可能。所以是比较适合工厂型的。还有是适合哪一种类型的卖家呢？适合那种泛 SKU 的铺货型的卖家去进行清货，比如说像有棵树也入驻了，
那有棵树它的目的性就比较明确，就是增加这个库存的周转速度，同时呢能够是把一些滞销的产品呢给清掉啊。你们把它当成一个清库存的平台也不错，就是比如说国内现在换季的时候，服装衣服啊数量太多了就是上去清货，这个也是一种方式。那它 Temu 现在目前的获客营销方式是全渠道的，包括是有 Facebook Ins TikTok 然后 Twitter 等等之类的，它全渠道的再去进行营销跟推广。它现在的这种低价的策略跟它的营销方式，很多人就看不懂它到底这个平台怎么赚钱。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个点，我们做电商其实有很多的成本。我们的成本包括平台的佣金，然后流量获客的成本，然后包括售后退货、物流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成本。我们其实作为卖家来说，很多时候是在食物链的最底端的，我们会被受平台的规则所限制，然后买家的退货退款，然后呢是服务商的各种骚操作，是吧？所以我们作为卖家来说，其实应该是在这个跨境行业当中的食物链的最底端的一个位置。所以你说这个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杂七杂八的成本，我们是否是可以把它去掉之后呢，反馈到这个产品的这个定价上面去呢？但是目前没有平台能够让我们这么去做。那拼多多其实呢，这个 Temu 其实呢就是这种做法，它其实是把这块的这个获客成本呢，是把它转接到商品的售价上面去。因为现在的这个获客引流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在2013年这个电商平台的这个获客成本大概是$4.5一个用户。你们自己做亚马逊的，你们自己可以算一下，你们大概花多少钱可以换回来一个成交嘛，是吧？我现在这个目前做的最贵的产品，有的时候$1000只能换一单回来这个是真实的事情。$1000换一单，这什么概念？那现在目前的话，获客成本的话是平均数据达到$40每个用户，增长了将近10倍，未来可能还会更高。那如果说$40换一个用户，比如说我这个产品原先的定价是50，我现在卖$10，你们可能觉得我分了，你看不懂我到底在干什么，但实际上这就是获客成本我要先让用户进来对于他这种 Temu 的这种平台来说，他要先有流量，有流量他才会有销量。如果说比如说他是以$10吸引了这个客户进来之后，他虽然前期亏了40，但是这个用户在留在这个平台了，他下一次购买就是我的利润增长点了。这是我个人的这个想法不一定对就是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这个拼多多它的 CEO 他也没有公布他们的商业模式跟盈利模式是什么，但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大致的这个猜想。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2021年的中国互联网的企业获客的成本，微博现在55，快手177， B 站65，拼多多432，京东316，美团187所以所有的平台包括我们卖家来说都是有一个获客成本，只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因为模式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压缩下去，然后就是压低产品的售价，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隐形的一些成本。但是 Temu 的话，它就直接把这个压缩下去，通过补贴的方式，然后去吸收新的用户、新的客户你看它是在这个让利补贴，实际上它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去进行获客，只是说我们以前是通过打广告，它是通过这种其他的这种模式这是它的一个商业模式。好吧，那就今天的就聊到这里，以后我再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Temu 的一些发展的动向，等它今年 Q4 季度的财报出来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目前的一个状况。好，谢谢大家观看，今天是2022年12月23号星期五下午5点23分，拜拜。